今天是那个2021年10月21号，微电子工程第3章第2次上课。那我们11月4号期中考同那个上课时间那远端就 Open Book 了Open Book。那我们改考卷你不能抄袭啊，抄袭我们一定看得出来的，那个档案一模一样，那个位置啊、数值啊都一模一样，那一看就知道了啦好，那这个所以就是这样子好，那就考到那个下礼拜教到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第5部分听掺杂积极这个英文叫 Lightly Doctrine Light Doctrine。那这个制成的发明也很重要。那早期那个20年前1990左右大家都认为就是说，大家认为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技术1 micron 1 micron 就大概就是到它的极限了到它的极限。可是后来这些半导体领域这些科学家就是也很聪明的那还有巨大的商业利益陆续就提出一些新的改进的技术就好像这个相当于 FinFET 的发明了那要进入submicron 这个 LD 的技术，就是要靠这个 LD 的技术。那要进到22奈米以下那就是要靠那个 FinFET。那再进入到3奈米以下就要变成 Gate-All-Around。那 Gate-All-Around 再下去呢，那就很可怕那真的，这未来奇怪好像大家都每次很有趣每次说大概在5年就末定律停止了。那现在往下面看，大概 Gate-All-Around 还可以走5年是差不多走5年。那5年后就会停止吗？我是觉得不会啦全世界这么多也在研究半导体的学者公司这还会一定会想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啦因为这商业利益太大。好，废话不说那Light Doctrine 就是 LDD 是一个目前被采用的方法这个它的目的就是在极极区产生一个所谓的梯度效应，掺杂产生一个梯度效应的结构那就可以避免热载子效应。那它的原理待会再讲那主要让 gate 跟 drain 的峰值电场下降gate 电场峰值下降。那我这边补充也会考因为教到的之前教到也就会考了那个此制程主要防止热载子效应在66待会讲所以 LDD 我们今天拿来考，因为这个观念也不会很难那 N 型掺杂NLDD 就是把那个微影的5价植入，再形成 NLDD 那NLDD 的浓度我写一下这个大概是18到19看你制程的设计了你要耐高压一点就淡一点，你要电流大一点你就浓一点好，大概大家自己抄一下好，这个
这应该讲哦，这我少打一个0啊，都是1 micron 以下一直到28纳米都有用，这样哈。好，那它的制成方法是这样子哈，我们先把，因为现在要做那个 source strain 的部分嘛，我们先用那个氢的掺杂，磷或砷的氢的掺杂的 light doping 啊，light doping 掺杂进去哈，那我们再把，当然 P 的这边要移除，然后都要重复2遍 ，N 的做一遍，P 的做一遍，那形成这个氢掺杂区域，因为这个是所谓叫 self line 哈，自我对准啊，你看这个左边那个 N MOSFET 的那个区域哈，它不用光照，对不对？那你 P 的话，只是要把它挡住，不要让它去布置而已哈。所以 N 的话，这种叫 self line 制成，跟 Silicon 很像哈，就是叫不需要光照，它布置就会因为 polysilicon gate 这个阻挡哈，它就自然就是布置进去这样哈，自然布置进去。好，这形成那个 NLDD 哈，那我们再把光照去除哈，就变成这个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做 P 的 LDD 啊，P 的 LDD 啊，P 的 LDD， 那一样啊，浓度大概是18到19 cm/3啊，把3价的原子移除啊，形成 P 的 LDD 啊，P 的 LDD。好，那这个 LDD 的这个都形成以后哈，那我们要打真正的source drain heavy doping 啊 heavy doping。好，现在讲 heavy doping 之前哈，我们要先做个 spacer 啊 spacer，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渐进式它这边是讲是梯度效应的掺杂嘛哈。就是说有浓到淡这样子哈，那所以要有一个方法去区分浓跟淡的区域。那这个方法哈，我们就是叫那个spacer 我们现在先要形成一个 spacer 哈 spacer， 我们用一个化学气象沉积的方法沉积一层氧化层或氧化系或氮化系都可以，做氧化系的比较多了哈，因为比较好做一点。那如图620所示哈，用 CVD 成长，然后我们再就用 dry etching 均匀蚀刻的下来哈，因为它有非等向性嘛，我们只会吃垂直方向把它吃掉，所以说留2个耳朵，有没有看见？啊，这边留2个耳朵，spacer 我们有时候就记中文记2个小耳朵，啊，2个小耳朵哈，2个小耳朵。spacer， 那这也是 seven line，seven line 意思就是说自我对准标光照的，seven line 就是 mask free 的哈，就是 mask free mask free， 是不要光照的啦，像那个LDD 的话也不用光照，我是指 N 区的话也不要光照，像这个也是 seven line。你看哈，这个也是 seven line， 对不对？对不对？这个也是 seven line， 对不对？这个要光照的原因是说，左边要光照的原因是说我不要 N 区去打到 P 的 LDD 而已啦哈。那在 P 的地方，我不用再特别设计光照了哈。那不用光照的，我们都叫一个自我对准的过程的哈。那半导体最喜欢自我对准的过程，因为这样子哈。多一道光照就多一道成本，而且多一道光照就会多一道误差，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也是自我对准这个 spacer 也是自我对准的制程那我们就开始把氧化层吃掉，吃到细此时选择比已经很大了那一样是用干式蚀刻，用 M.1 这样子，时间那个侦测到下面的silicon孔的辉光。它自然就会停止这样子吃
好，然后做成这个两个分别，这个同一道字，同一道时刻哈，因为这两边都是一起的啦啊，两边都一起做的，好，这个就不要光照哈，这个也是 seven line， 好，这个也是 seven line， 好，这也是 seven line， 好，这个是 seven line， 啊，两边都是哈 ，N 区 P 区哈，这个是 B 区哈 ，B 区 N 区都是 seven line 哈，啊，都是 seven line 的哈，啊，都是 seven line 的。好，把它10颗哈 H 哈，就吃出两个小耳朵哈，啊，吃出两个小耳朵。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高浓度的掺杂了 ，heavy doping 啊，heavy doping。这边跟那个这英文跟台语居然讲一模一样啊，语言上的巧合。我们都说，我不知道到底是南部人还是北部人吃当干没重咸的嘛？当干没？那这边就是重掺杂 heavy doping， 英文叫 heavy doping， 对不对？这是当干没嘛，对不对？掺杂很多盐嘛，一样哈，这是重掺杂哈啊。哦，这个重掺杂哈，它深度比这个 LDD 略深啊，因为这个才是电子主要的走的这个通道，LDD 比较小。哦，你可以看到 LDD 相对是比较小，有没有？这个才是主要电子哈，电子走的通道。那一样哦，那这边就这个也是哈，中掺杂哈，形成 N plus， 那再来 P 区也重复再做一次啊，P 区也重复再做一次啊，P 区也重复再做一次。好，那做完最后要赶快再热退火哦，然后又要赶快再热退火，反正 implant 完就要热退火了，implant 一次就要热退火啊，implant 完就要热退火，implant 就要热退火，implant， 所以热退火要一直不止好几次，热退火也好几次，所以现在都是快速热退火，因为你要退火好几次了，要减少热预算，对不对？好，我这边解释一下哈，那。他说你前面有说哈，你如果不做 LDD 会有所谓的热载子现象啊。那什么叫热载子现象哈？那我在60页哈，所以我们考试要记住哦，自己抄笔记哦，自己抄笔记哦哈。我这个笔记自己要抄，自己要抄哈。这个图后面也有，我自己用那个补画上去哈，补画上去。好，60页我们讲一下60页什么叫，因为这边不讲你会搞不清楚状况了啊。如果我今天没有做 LDD 这个制程的话，就是1μ要往1μ以下，比如说微缩率是0.7嘛，要做0.7μ的时候，哇，糟糕，发现元件都死掉了。为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 heavy doping 哈，跟这 NPN 哦这边哈会形成很大的电场，很大的电场。哦，这个会形成很大的电场，也就是说，在这边哈，电子哈从这边哈，从这边移动过来哈，电子从那边移动过来哈，那因为这边电场太大哈，它有可能去散射，它的电子的散射哈大过哈，远远大于热能，叫热电子效应哈，啊，热电子效应，那电子哈打过去，电子这样很快速的通过去打。很快速，为什么快速？因为电场很大，被加速很快，棒，然后会往那个 gas side 走，哦，就会把在这个箭头这部分的 gas side 把它打坏掉，打坏掉，那电流就会因为 polysilicon 本身也是导电嘛，它变成电流从这个 gate 到这边就导通了，哦，所以这叫热电子效应，就代表 gas side 是崩溃了。为什么崩溃？因为电子被横向加速碰撞，碰撞，然后越过 gas side， 越过 gas side， 所以它的问题在哪里？这个 electron injection 就是电场太大造成的额外垂直的碰撞后运动效的那个运动效果，造成 gas side 的
的崩溃啊。这 gas 叫热载体效应。那 gas get leakage after get leakage affect transistor performance trap electron in the gas cause a reliability problem of IC chip 就是说电子会有的会 trap 在 oxide， 有的会穿破 oxide 把它打破。那你们知道 gas 就15到50 angstrom 而已嘛，会非常容易把它打破。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问题是不是在大电场？大电场，那我们可以就用在62页这就是 LDD 它这边如果我今天的 N plus 区蓝色，这旧的原本的方法，整个 N plus 区在这里的话，它的峰值电场会像蓝色这么高，像蓝色这么高。那你有用 LDD 的话，它有一个所谓说梯度效应嘛，因为掺杂理想的话，它这个上面讲是理想，事实上它会有一个分布嘛，它就会把这个电场下降。我们知道这边的，我们知道电场对位置的积分是不是电压差？假设这边的电压差都是一样的这边的在这个区域的电压差都是一样的。一个它的电场分布比较小，这两个面积是一样蓝色的面积跟红色的面积是一样的。那我是借由把这个电压差一样，但是我让这个电场分布比较什么，从山峰变成像一个小山丘这样子这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知道那个电位就是电场跟距离的积分嘛，对不对也就是它的面积就是电位差这电位差是固定的在这个区域的电位差是固定的。那我们就有这个 LDD 的方法把这个电场最大值峰值把它下降。那下降它因为那个热载体跟电场是成指数式关系，公式我就没有列了要记住一下是指数式关系，所以你下降个一半那个几乎就会没有了几乎就会没有了所以再简单来说，有高电场的地方就是会有 gas 的崩溃的地方。那用 LDD 就是降低什么最高电场的值，那就是不要让它崩溃不要让它崩溃这就是要做 LDD 的作用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课程本身比如说你没有不做 LDD 就会有高电场，这个元件就会 gas 就会崩溃 ，gas 就会崩溃。好，那有做 LDD 的话，那个电场峰值就可以下降电场峰值可以下降电场峰值可以下降，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技术大家为了做这个技术，你看又要想到要做 LDD， 要做 spacer， 然后再来 heavy doping， 所以说其实这也经过这个很多年的研究，然后才找到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很好用。那你适度的去调变这些 LDD 还有这些小耳朵 spacer 的大小等等这个可以让你这个元件可以继续萎缩下去，当然还有配合其他方法啦比如说 high chemical gate 一些特殊的紧致层等等的那就有件平面的，就是极限就到 L 到28纳米好，这是 LDD 再来视力闪这 LDD 都做完以后LDD 都做完以后之前有讲这之前只是很没有说在元件上面特别讲，我们现在做到这里以后那早期还不要啦大概比如说到0.25或0.35的时候，发现这个接触电阻太大所以 LDD 已经克服了1 micron 到0.5 maybe 是这样，它克服0.5以下，发现接触电阻又太大结果后来这个科学家又很聪明就是说利用钛 silicide其实这个材料科学家也帮很多忙啦。
然后科学家早期也很研究很多啊，silicide 的，就是金属细化物这些金属跟半导体结合这些材料的材料的物理啊、化学特性等等。然后后来这个半导体产业发现，这个金属细化物，也许可以用在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制成上面，后来就拿来试哈。那就是说，主要在主动层上面形成接触哈，那提高细与后续金属材料之间的附着性以及降低电阻值的 resistivity。那制成主要是利用 PVD 将钛键度 sputtering 在晶圆上再将那个 TIN 再沉积在上方在 TIN 房间上方，那有点像，这个有点像盖帽子的感觉啦，就是说那个我们尽量要钛去那个防止这些接下来回火的过程氮去消化钛氮去消化钛，因为退火里面会通氮气，会通氮气，也就是说这个 TIN 的角色就是说把钛把它封起来。我们希望去反应的钛就是这边有颜色，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比较淡的黑，这是比较粗的黑TIN 很像盖帽子这样子我们在那个去形成 silicide 的时候就是让那个钛不会往上反应，全部往 silicon 往下反应往下反应。他之前写的没有很清楚啦，钛像盖一个帽子这样子，像一个压力锅盖子把它盖下去，然后你加温，我们说 silicide 大概要700度700度1分钟这样，然后呢，那在700度1分钟的这个热反应之下，这个钛就是往细下面，因为 TIN 是很致密的材料，TIN 是很致密的材料，所以钛不会往上扩散，会往下扩散，会往下扩散，像压力锅一样水蒸气冒不出来，就往下扩散，就跟细反应这样子。再来，对。再来那个你退火过程那也会有很多氮那如果你不盖这个 TIN 的这个帽子的话这个氮也会去跟钛反应，所以我们是希望钛跟细反应，不是跟氮反应，所以避免这个如果退火在氮气环境退火去跟钛反应的话，我们就盖一个保护层，就是 TIN让强迫钛向细往下跟细反应然后在氮的气体，因为 TIN 的保护，氮也不会去侵入到中间那层钛这样子所以要盖一个 TIN 的帽子这样子。好，那目前主要我说那个主要这个现在的半导体这个都是用台式力塞啦。我给大家看一下，看这边有没有有个图大家比较清楚，我不知道这一张有没有。这一张有没有？这个就是这是在85页Qualcomm 应该就是台积代工的啦Qualcomm 就高通的20奈米的时候，你看这是台式力塞，这是台式力塞，你看见台式力塞台式力塞所以说现在都是用台式力塞85页这边也是台式力塞台式力塞。那这还是平面的嘛平面的28奈米的制程28奈米的制程应该是台积电的啦like Intel 30的时候是台积电所以说坦白说这个在14奈米以前大家都是致敬台积电不致敬 Intel 了
那现在我们台积电走在前面，反正英特尔要致敬我们了哈。好，好，时代轮流，风水轮流转了哈，是没有东西没有机。好，所以是台式力散哈，好，所以是台式力散啊，台式力散。那台式力散其实可以做一次，也可以做2次啦。我这边有讲，哎，他的课本是写说要做2次的啊。事实上一次也可以啦啊。现在技术也蛮进步了啦，RTA 的技术也很进步。那 ALD 的成绩的品质也比较好。那目前已知是都做一次的哈。那课本写2次，你考试写1次2次都没关系的啊。啊，这第一次的话哈，啊，如果是2次制成的话，我再讲一次哦，你要先台式一赛这种大概600-700度是1分钟的这种退火哈，你要1次2次都可以哈。在那个第一次就是说哈，先形成初步的台式力赛啊，那第2次呢啊，可以再让台式力赛化间接的更完全这样子啊，间接的更完全。那现在热对火技术也比较进步了啦，啊，热对火技术也比较进步了哈。那我们还是照这个教科书讲好了啦哈，因为你 OpenBook 你也只会参考这个啊，参考这个啊，你就说第2次的话再让，就是第一次先让Tide Diffusion 啊，那可能50%会形成台式力赛，那你再一次就会形成100%的台式力赛，啊，这是两次热对火的做法，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教科书的做法了哈，还是按照教科书的做法哈。按照教科书的做法啊，2次，一次先 drive in， 很像热制成的 drive in， 第2次才是 fully react 这样子啊。第一次先让它驱入 drive in 啊，就是当然也会先形成部分台式力赛。第2次让它 fully reactive 啊，让它完全的反应变成完整的台式力赛这样子啊。那随着这个不对了哈，还是台式力赛了哈，这句话不对哈，这句话不对，这句话不对，好，不要管了哈。随着尺寸太轻，不会没这回事。现在用 ALD 做就不会了，用Sparta 做会，这是前提是用Sparta 做，但是用 ALD 做就不会了，用 ALD 做就不会了。好，这是用 Sparta 啊，Sparta 造成的。那用 ALD 做就不会，现在 ALD 很厉害啦，ALD 很厉害，ALD 很厉害。好，目前采 ALD 制成钛的晶粒过大的问题可以克服掉，可以克服掉啊。那在早期又有人用 Cobalt 啊，有人用 Nickel 啊。也许在2奈米下真的太不行了那个 Applied 之前有提出可以用 Cobalt 取代钛了但现在是在研究中，也不见得一定会成功啦，一定可以取代啦。目前的制程都是用钛西利赛，要记住其他的 Cobalt、Nickel 也可以，但是目前主流还是用钛，刚刚有给大家看过了，台积电。在28奈米还是用钛在28奈米还是用台次力赛还是用台次力赛。好，我们待会再上这个后段制程后段制程好，今天的这个CMOS的制程蛮重要的那慢慢讲慢慢讲每一步都要那个制作时候都要非常非常小心所以这就是决定那个这个良率高不高一个半外场如果良率不高的话，这是简直是做白工了假设
像台积毛利50%，如果你良率只有50%，那你毛利就得零了，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也是不得已的那个，就是说这种晶圆厂的工厂管理制度就比较严谨哦，就是严谨就牵扯到良率，牵扯到良率就牵扯到大家的薪水啊，牵扯到那个台积人员的薪水，还有股东的权利，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边，我们下一节课再从后段制程开始啊，后段制程开始啊，再回到这边11月4号期中考7、8、9节啊，可能会延长一点时间让大家转档让大家转档，可能会3点半考到6点多半，你们要赶快去找。现在那个 Adobe 的专业版就不能用了那你们赶快找软体把那个你用 A4 写我会再发公告。你用 A4，我大概先讲一下，你用 A4 一页就写一题，反正你就用 A4 纸写，看那些几页都没关系那最后面把它拍照起来或并成 PDF 档，然后如果你有 iPad 的话是更方便直接就合并成一个 PDF 留下你的姓名学号这样子好，那电脑版的话，大家赶快去找软体那个如果有好的软体，你可以寄给我跟助教这样，那我们可以参考看看，那好用再介绍给大家，大家用统一的软体以前用 Adobe 的专业版那个很好用。你知道现在 Adobe 专业版现在多少钱吗？学校老师生买1年要多少钱的吗？3000多块我原本5000多，师生打7折还要3000多Adobe Acrobat 你要用3000多去买，我老天鹅我那一个月才用不到1次你要开 PDF 档，你用随便一个浏览器都可以开啦你只要用它其他一些进阶功能，你还要打字还要合并你要花3000多块买专业版其实软体也蛮贵的啦，其实大家软体蛮贵的，软体其实也蛮贵的。好 ，OK， 那个先有心理准备，赶快去找那个可以合并那个几个 PDF 档的那个软体自己去找软体这样子Adobe 专业版不见了，我想还是还有一头拉骨的软体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好。